大家好，这里是幸福新毛，我是 Amy。2023年新年快乐！一杯咖啡的时间，知识使你更有力量，更有魅力。朋友们，你快乐吗？Am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最近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有30年諮商经验的心理咨询师，他传了一则小贴文跟我分享，哈佛大学推荐20个快乐的习惯。我看了一下，刚开始没有特别的感觉，回想了以后，真的觉得自己目前是处于快乐的状态。于是我回复他一个很快乐的贴图，突然间他回复我说 ：“Amy， 你完全符合呢。”后来我真正静下心来，看看这20个快乐的习惯，发现自己真的每一条都有符合。然后突然回想起以前并不快乐的时候，大概是几年前，因为长期低气压的心情，所以窝在图书馆的日子里看了很多书，无心翻阅到这些心灵成长的书，而开始培养的这些快乐的习惯。没想到数年后，好友这么一提醒，看到自己处于快乐的状态，真的非常的喜悦，想要赶快跟大家分享。也许是媒体营造的气氛，大家都非常积极的过生活，追求的很多，但却更忧虑未来。一直想要精进的那种心情，不但没有填满内心的空洞感，反而还觉得自己非常的不足。你也是如此吗？今天 Amy 将简短分享这20个快乐的习惯，和公开促进改变20个快乐的习惯最关键的核心思想。这也是近年来 Amy 真正体会到的。如果你渴望拥有发自内心的快乐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影片咯。我们花一点时间，你看看你拥有几项呢？你也可以先停下来看看自己拥有几项。Amy 记得第一次看到这几个习惯的时候，只有几个达成。那时候的确遇到很多事情都会往坏处想，形成一种非常负面的思考习惯。然而这样带来的却是很多的不顺遂。而后呢，我窝在图书馆，不断的翻阅一些书籍。有一天我突然想通了，不再需要去翻阅任何心灵成长的书籍。你们知道 Amy 发现了什么吗？Amy 发现大部分所有的书籍都在讲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，就是转念。你知道吗？转念是属于你思考的习惯。如果你的思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，将对你的运气带来大大的影响。你思考的习惯是长久累积下来的，它一定是趋于积极的或者是消极的。你有认真的想过你的思考习惯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吗？这个有多重要呢？它大大影响了你的运气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的思考习惯是积极的，你将会是一个幸运的人。不管遇到任何挫折，你都会认为只是一颗小石子，你就会往前继续走。如果你的思考习惯是消极的，你便会觉得自己很衰。因为呢，不管你是遇到晴天，你仍然会觉得自己是在阴天，不但不容易把握住贵人，也不容易掌握到机会。那要怎么练习转念呢？ Amy 发现到一个简单又有效的方法，提供大家练习。那什么方法可以训练转念呢？就是一天写下3件事情让你觉得感恩的事情。在网络上面有很多的书籍都在介绍如何写感恩日记，大家也可以去翻阅来看看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头1个礼拜完全写不出任何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很想要把这3件事情写清楚的话呢，都是很笼统跟潦草，甚至有点像是在交代作业的一种感觉。可是呢，在这1个礼拜，在这一段时间就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就是我的注意力开始转而注意那些我拥有的事情，而不是我缺乏的事情。那些平常让我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，还有人事物，
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存在。我们一直被训练要一直去追求没有拥有的东西，但却忘了要珍惜这些拥有的人事物。后来呢，在第2个礼拜的时候，我开始很容易写下这3件事情。刚开始的字数呢，每一件事情都没办法写超过10个字。后来呢，我转而用LINE的语音，发现怎么讲都讲不完。从那段时间开始，我就变得很快乐。请大家务必要试试这个方法。当初那个漂亮的小姐姐教我的这个方法，她只是稍微的提醒我说，你也可以开始写感恩日记哦。没想到我也接受了她这个建议，开启了我的感恩日记。我记得以前我曾经听过一个形容，就是当一张白纸里面有一个黑点，然后右上角有一朵花。如果呢，你一直看向那个黑点，那个黑点就会布满你的眼睛，它会变得很大很大，大到你无法看到你旁边有花朵。这就是所谓的放大效应。如果呢，你看向那个花朵，而不去看那个黑点，你看，你只看到那个花朵，那个黑点也就被忽略了，就是你觉得你的缺点也不是那么重要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看向花朵，而不是看向黑点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不足的地方，也有再怎么努力也没办法达成的境界。我们要的就是珍惜我们的花朵，而不是一直看向黑点。今天 Amy 用这么口语的方式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，希望大家也能够受益，在2023年就能够开始培养快乐的习惯，训练转念，相信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，你也会变得拥有发自内心的快乐。虽然在疫情的时代，大家很焦虑也很忧虑，但是想想我们要怎么过，怎么选择，一天是怎么样的发生，取决在我们身上。你想想，如果当你回首过来看的时候，你看看你的每一天都眉头紧皱，你不是亏很大吗？所以呢，我们呢要培养快乐的习惯，快乐的习惯可以帮助你运气越来越好，贵人越来越多，所有身边的事情会走向越来越正面的循环。所以呢，跟 Amy 一起加油吧！这些习惯是一种状态，要不断的培养，然后呢，你就会获得好运气。然后做 YouTuber 只是想要分享一些我觉得很值得分享的一些经验跟观念，或者是我看的书。如果呢有时候没有上片，也请大家能够包容，谢谢大家。如果呢有做得好的话呢，再慢慢把时间转移过来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在2023年赶快培养起快乐的习惯。好的，希望今天这个主题对你有帮助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经验和想法哦。拜拜！2023年大家都可以过得非常好，非常快乐。谢谢大家。